前姨也很感激我们家对沈梅的好，只是我没想到这样会养成沈梅大小姐的性格，凡是我的东西她都跟我抢。认识我或者我们家的人都知道，我娘是镇上卢家小姐，我娘在去世前曾为我定下一门亲事。沈清声音轻缓地把她和沈梅当年的事儿说了个一清二楚。都说出来，沈梅接招吧。之后，陆南走上前握住她的手，给她安慰。听到沈梅竟然是柳家的三少夫人，当年他们的事儿还是这么来的后，众人惊讶地张着嘴，忘记了和尚当年柳家没有娶卢家的外孙女，而是娶了沈家继女的事情，竟然是这么回事。好，本官了解了，先把人拿来，对过口供再说。来人，上柳家拿人。哎呀，许大人真是青是亲我。天大老爷呀！可说是抓谁？抓沈梅，三少奶奶。管家躬身道。听到不是抓自家人，柳夫人松了一口气。那个贱人犯了什么事儿？官差没说，只是说是许大人让来拿人的。阿哲，你去一趟府衙，老三在书馆，先别惊动他。不管怎么样啊，沈梅如今还是柳家人。娘，如果万一是他对沈清动手了，人家反击了怎么办？儿子最担心的就是会损害到三弟的名声啊。如果是那样，那就不能怪我们柳家无情了。你三弟必须保住，具体的你看着安排。沈梅这个女人，最好能借着这一次休了。两个人正说着话，门被推开，有人进来了。当看到进来的是骆成风时，沈清和陆南诧异了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这里的？我刚才远远的看到街上就像你，还没等我喊你呢，你就进来了这个店内。我看到门上还没有挂牌子，就想着进来看看。哟，怎么着？这是你们俩开的店啊？骆公子坐吧，我去给你们俩泡茶。骆成风笑眯眯地说了谢谢。看样子啊，你这个是饭馆子喽？陆南眼神看向了东墙边靠墙放着的那个匾额，骆成风的眼神也看过去。什么是风味小吃啊？等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。今天青青呢有2个朋友过来试吃一下，你也留下吧。你来这条街做什么？瞎溜达。这条街上又没有医馆药铺的，你来这里溜达什么？陆南知道他没有说实话，白了他一眼。就是因为这条街上没有医馆，我才来溜达呀。莫非骆公子想在这条街上开医馆？这时沈清正好进来问道。是啊。陆南的嘴角抽了抽，嘴毒地说道。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万一整日被人上门找麻烦多不好。我只是敢去尝试一些未知的药草，才会中毒，又不是不会医术，治病救人我还是很有经验的，好吧？沈清听到他俩的对话，闷笑了一下。阿南，你们俩聊着，我去做一些主食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就蒸一些小饼。当陆南和骆成风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时，门再次被推开，凤星儿来了。接着就见有哗啦啦的进来了好几个人，有男也有女。都进来呀，这是我好朋友开的店，明天开张，今天带着你们来试吃。陆公子，青青呢？陆南回神，冲着众人一拱手。欢迎各位，青青在后面准备东西，你们先坐，我去喊她。阿峰，帮我招待一下大家，先坐吧。陆南回头看骆成风，才发现他正和凤星儿对视着。凤星儿也不敢置信会在这里遇到的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么巧，陆南是我朋友，我来看他的。真的假的？青青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星儿，你认识这位公子？他是个游医，以前在广陵城的时候见过。骆成风规矩的冲着凤星辰拱手一礼。凤公子。凤星辰冲着他点点头，看了他一眼。他总觉得这个人和妹妹的关系似乎没有那么简单。骆成风招呼着众人，都坐吧，你们都是阿南媳妇儿的朋友啊，随便坐啊。在今日啊，不接待顾客，他们说只给朋友试吃。这时沈清和陆南一人端着一壶茶从后面走进来。青青，你可算来了，谢谢你给我带了这么多姐妹们过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大家以前都是在我家见过面的，他们常常说起你呢。听到你开了铺子，今日喊我过来试吃，大家也没事儿，就过来帮着你一起尝尝。青青，那个就是你夫婿吗？他叫陆南，一会儿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。沈清笑笑，你们几个都吃辣吗？我去给你们做酸辣粉去，以后我是准备卖酸辣粉的，今天你们都帮我尝尝味道。都是辣的吗？不是，有辣的和不辣的2种口味，只不过不辣的到底味道不如辣的好吃，也有素的和加鸡肉丝的，你们可以说一下自己想要的。辣的吧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大家都是来尝辣的。虽然我们府里有时也会做辣菜，但不是常吃，想尝尝你这个风味是啥意思。行，那就4个辣的，都吃鸡肉的吧。几个人一起点头。宋大哥、杨大哥，你们都吃辣吗？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没有，就按照你的搭配来做的。这里啊，那就是吃辣来的。沈清点头，又看向骆成风。骆公子也吃辣的吧？骆成风点头嗯了一声。之后陆南让骆成风代为招待大家，
他跟沈清去后面准备东西去了。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。那今天带的粉条够吗？够的，这个不用担心。来了这么多人，一会儿还有表哥过来，我们也不能慢待了他们。你去拿几颗小西瓜出来，切成小块，去招待他们一番吧。我再做一些别的菜，中午好好招待他们一下，不能只给吃一碗酸辣粉就完事的。陆南一顿点了点头，他的小西瓜越来越少了。你把西瓜和凉菜给那两边桌子上去，再去买2坛子酒吧。等表哥来了，你们一起喝几杯。青青，表哥也来了，还带了2个朋友，我干脆给他们拼了一个大桌子。如今他们8个人在一个大桌子上，那边2个凉菜会不会少啊？那是有点少，我再准备2个，你去帮我买些豆芽和豆腐回来。好。陆南得令去了。等陆南给他买回东西来，沈清也煮好了10几碗酸辣粉。陆南端着盘子一一的给众人上酸辣粉。等沈清又准备了4个热菜，烙了2大盘油饼后，2个人端着去了前面。怎么样，味道你们还能接受得了吗？我没敢给你们4个做太辣的。沈清笑着询问凤馨儿和杨艳几个人。有些辣，但是挺香的，配着小饼吃还是可以的，配着西瓜吃更爽。当时觉得很辣，慢慢的又有些想再吃一口的感觉。我还好，以前吃过你做的辣菜，虽然辣，我都吃得出汗了，但是我可一点没浪费，全都吃了。今年冬天先卖酸辣粉，往后慢慢再加东西。我会做的风味小吃还有很多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人喜欢来吃这个酸辣粉？肯定有，这几年咱们这边的辣椒卖的也越来越多，就是大家都不会做辣菜。你这个，我估计慢慢的会有人学着你做的。杨柳儿说道。那是肯定的，别人喜欢做就去做，没关系的。我也不是打算只靠着这一个把生意做起来的，我会做的还有很多呢。只要大家喜欢，把大家的口味调动起来，就是我的目的。凤星辰点点头，对卢静道：青青的格局还像以前似的，一直都是这么大方。那是自然啊，我表妹可是从小被我姑姑教导过的，据说呀，她祖母也是大户人家教导出来的姑娘，很会管家的。我表妹从我姑姑过世之后，都是她祖母亲自教大的。陆南听到他们夸自家青青，唇角勾着。骆成风这时说了一句：这臭小子，别人夸你媳妇儿，你高兴什么呀？夸我媳妇儿好的，当然都是和我一样有眼光的人呢。他这一句话说完，凤星辰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释然一笑。我叫做凤金晨，是卢家邻居，镇上凤记的生意都是我们家的，以后我们也交个朋友，常来常往，一起多喝酒多聊生意。以后敢让我们青青哭，我这个做哥哥的首先就不会饶过你啊。风大哥放心吧，要哭也是我哭。风大哥放心吧，要哭也是我哭。只有可能呢，是我会被他欺负哭的份儿，我可舍不得气哭他的。哎，不错不错啊，卢家，你这个妹夫那是个可交之人啊。来来来，啊，既然你们小两口也来镇上做生意了，那我们以后那也常来常往。说起来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之中，也就柳兄家里是开酒楼的，现如今啊，又多了陆兄一个呀。陆南看了柳定哲一眼，笑了笑。我们这呀，只是小吃店，不成大气候。我们夫妻2个，也就是找个事情做的，和柳家的大酒楼可是没法子比的。他说完，柳定哲摆了摆手，赶紧说道：不管大小都是生意，但凡做了，那就好好经营即可。大酒楼有大酒楼的开销，小吃店有小吃店的美味。这个酸辣粉首先味道就很好，我也很喜欢。陆南听到他这样说，倒是意外了一下，没想到那个渣男竟然有个不错的二哥。他笑着点头。是啊，青青说了，以后呢还会有很多特色小吃会慢慢的上来。你们如果吃腻了大鱼大肉，有空可以带着朋友们来尝一尝这些小吃，换个口味。嗨，你放心啊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我们自己吃的喜欢，肯定会介绍朋友多来。不瞒你说，大家出来做生意，喝酒聚会那是常事。有时候啊，那些酒楼里的东西，那确实是腻了，点了也不见得能吃多少。但是这一碗酸辣粉，我就算是辣得满头冒汗，也没舍得剩下，全部都吃完了。老哥，是不是什么东西忘拿了？不是，你们俩坐，我给你们说件事儿啊。沈清和陆南对视了一眼，不再收拾了。青青啊，不用泡茶，有些话我现在才能说，刚才人太多了，实在没法说。柳定哲今日跟我说了一件事儿，说昨日你们碰到他弟弟的事情。其实啊，是昨日中午他没回家吃午饭，他娘就把沈梅又骂了一通。沈梅啊，那是气得哭了一场，也没吃饭啊，就带着人出去找柳定言去了。一直到未时，他才在春花苑一个叫青儿的房间里找到了喝得有些晕乎的柳定言。那个时候好像是柳定言正跟那女子衣衫不整的厮混，他就冲上去把那个女子给打了。在后来，柳定言回手也打了沈梅。不过柳定言对那青楼女子也就是玩乐的逢场作戏。后来啊，
看到那女子被沈梅给打哭了，扔下了100两银票就离开青楼了。之后的这一路上，沈梅就那样跟着他啊，他也不回家，就那么在街上就这么一个劲儿溜达。没想到你们就这么倒霉的直接碰上他们。在这里边吧，有一个比较让人恶心的事儿。柳定哲说，那个叫青儿的姑娘是柳定言前段时间包下来的，买下了她的初夜，而且那姑娘吧，这长得跟芊芊有点相似啊。这话是柳定言亲自对他那些朋友们说的。琪琪啊，这事儿你决定怎么办？琪琪啊，这事儿你决定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做，表哥都支持你啊，都帮你。沈清皱眉，心里还觉得真是让人膈应。狗东西，不收拾你一顿，真是太对不起老子这一身功夫了。那个青楼女子呢？是不是已经被柳家灭口了？没有，柳定哲去给赎了身，卖给了牙口，让卖到北疆去了。你想怎么做，我和表哥一样的想法，都支持你。那这样看来，今日表哥和舅母这一趟，怕是要白费口舌了。这件事既然被沈梅也知道，那么这件事不会完。以我对沈梅的了解，她会暗中报复我的。可能现在她恨不得我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她敢动你的话，我就废了她。这只是我的猜测，具体沈梅会怎么做，我还不知道。我们只能小心应对，等待着她先出手了。尤其明日的开张日，我们更是要小心一些。明天让阿北和阿东都来店里帮忙吧，人多也多盯着一些店里，小心别人来饭食里动手脚。好，没问题。明日我让阿西和周胜照应着阳伞水的人，那边送东西就可以了。好啊，那表哥能帮你们什么忙啊？表哥暂时不用做什么，这种事儿我们现在处于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来对付我们，只能防着一些。等万一明日发生了什么事，没准会用到表哥的人脉，只要他们出手了，我就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。如果他们真的敢来我铺子里投毒或者闹事，我不会跟他们客气，直接送到官府。当然他们如果在路上对我们俩下手，那就更好，拖去小树林里打一顿的事儿，有阿南就够了。行，你既然想到了这么多，那我们也不妨准备一下就是。我认识镇城大人，要是实在到了惊动官府的地步，表哥给你跑这边的门路啊。好，谢谢表哥。卢静伸手揉揉他的头，笑笑。这几日啊，你多跟在青青身边啊，在回家的路上你们也小心一些啊。表哥放心吧。两个人再次送卢静离开后，才赶着马车回村。回到家里，陆南去给几个弟弟安排好明天的事情后，也回去陪沈清了。第二日，他们都起了大早，陆北、陆东赶车，陆南陪着沈清坐在了马车里。4个人往镇子上去。陆南怕沈清冷，就盘膝靠着车厢坐着，让沈清坐在自己的怀里，乖乖坐着，这样呢，我可以给你取暖的。沈清抬头看他，见他眼里都是浅浅的笑意，默默地靠在他的胸前，不再挣扎了。算了，坐就坐吧。确实坐在他怀里比坐在外面要暖和很多，只是他的手。沈清在默默地抬头瞪他，陆南轻抿着唇，忍着笑，看着媳妇这可爱的表情，情不自禁地低头吻了他一下。青青，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是带着一个弟弟出来吧，这样呢，我就可以坐在马车里给你当暖炉了。你是想趁机吃个小豆腐吧？对了，陆南，你可不许背着我去做什么事儿，否则让我知道你受伤或者出了什么事儿，不会原谅你的。沈清突然想起了昨日的事情来，警告了他一句。青青，你以为为夫会去做什么呢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去做什么，但我了解你，你应该会想着背后帮我解决这件事，但我不希望你卷进来。这件事本来对你的名声就有伤害，若你再去做点什么，别人一下子就会猜到是你。如今的你，还是不要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为好。刘夫人的一家表哥在京城中当官，据我外祖母说，那个表哥年轻时挺喜欢柳夫人来着，还挺护着柳家的。现在我们不能主动去对他们动手，毕竟如今我过得也挺好。当年的事情，我为了爷奶和沈家的名声，也选择了沉默，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先动手，站在没理的一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陆南伸出手来，抱紧他，低头默默地看着他。竟然已经这么了解我陆南了吗？他心里是开心的，可是青青竟然不让自己偷偷去收拾那个狗东西，他的心里又十分的郁闷。你是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人，我不想让那样肮脏的2个狗东西脏了你的手，想要收拾他们，我们等待光明正大的机会。陆南听到他这句话，不知怎么的，突然间就十分开心，也没有了任何的不痛快。好，我听夫人。这是什么呀？进店里，进来吃完饭呢，过来结账的顾客，一个女子送一个，是你大嫂准备的。是什么呀？陆东好奇，过去拿起来一个看。你大嫂说了，叫指甲油。指甲油？东北兄弟2人茫然地看着大哥。
可能是女子们用的东西。这时沈清进来了，兄弟俩一起问道：大嫂，这个指甲油是干嘛用的？指甲油当然是抹指甲的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沈清眨巴了一下眼睛，陆东瞬间有一丝不好的预感。阿东，伸出左手来。大嫂，能不能不伸？陆东狗腿的笑着想要逃跑，他应猜到大嫂要做什么了。结果陆南重重一咳，陆东瞬间就怂了，默默地递上了自己的左手。沈清从箱子里翻了一下，找出一根细毛笔，轻轻地把指甲盖涂成了红色。不错，看来我还真是做这一行的天才。他那天突然发现这家胭脂铺子留下来的2罐东西挺像前世的护甲油的，他看了一下名字叫护甲水，然后他就拿了个小碗倒了一点那个护甲水，又把那胭脂粉倒了些，调和了一下，然后就跟他想的一样，那护甲水变稠了，也变红了。他试着拿了个东西涂了，感觉还不错，挺有光泽的。我轻轻地拉着陆东的手指吹了几下，陆东瞬间脸红了，悄悄地抬头看着大哥，心想大哥这回满意了吧？谁知他却对上了大哥盯着他有些暗沉的眼神。难道他是嫌嫂子抓我的手吗？那嫂子需要吹多久我自己追？他一个大男人，手指上涂着红指甲，怎么看怎么怪异呀。可以了，阿东，一会儿有女顾客结账时就送一瓶这个，给对方看一下你的这根手指，对方就知道是什么了。记住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指甲油。哦，是我记住了，大嫂。陆东应了一声，这才下意识的又看了一下大哥，见到这会儿他的脸色倒是不难看了，也放心了。原来大哥是个醋坛子，他刚才肯定是嫌大嫂抓我的手了。想到此，他赶紧低下了头，忍住笑出来的冲动。阿北，你今天主要就是负责盯着店内的顾客和在门外招揽客人啊？这我要怎么招揽？也不用怎么招揽，就看到街上路过的人多时，喊上一句酸辣粉新店开张，今天进店吃粉还送礼。要不现在试着喊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喊出口。嗨，这有啥喊不出来的？酸辣粉新店开张，今天进店吃粉还送礼，对吧？不错，一会儿在外面记得这样喊就行了。好嘞，大嫂。陆北满口应下。时间快要接近4时正时，小吃店的门被推开，来的是骆成风。反正也没事儿，今日过来给你们当店小二，帮忙。好吧，谢谢骆兄。嗨，甭这么客气，我昨天下午在这条街上也租下了一个铺子，过几日你也来帮着我收拾一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紧接着卢静带着个侍卫也来了。哟，表妹妹夫，恭喜你们新店开张啊，祝生意兴隆。我呀送你们一棵发财树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谢谢表哥。谢谢表哥，您请坐。陆南打开箱子一看，傻眼了。他本以为是一盆花草之类的，叫做发财树，结果表哥送的竟然是一个用玉石雕刻出来的发财树。这得值不少的钱吧？表哥，你这礼物太贵重了吧？哎，没事儿，这不是给了外人，是给自家表妹跟妹夫的，这当然不能送差的东西。这是奶奶跟娘在咱们家库里挑的最合适的礼物。阿北、阿东，过来认一下卢家表哥。陆北见过卢表哥，陆东见过卢表哥。哟，这是你2弟3弟啊？是。你们家人都挺会长啊，是把你爹娘的优点全部都长过来了吧？卢静心想，哎呀，怪不得沈家老爷子给表妹相中陆南了呢。这一家人那个个不差呀。表哥，你就别夸他们了，不然一会儿阿北和阿东都不会做事了。好了，时辰到了啊，我们可以去接牌去了。哎，走。他们一起跟着陆南和卢静一起走向外面。沈清和骆成风也跟了出去。陆南等沈清出来，直接脚下一点地面就飞身而起，身影在空间画了个弧形，顺便把匾额上的红布揭了下来。他落地的同时，陆北和陆东也同时点燃了地上的鞭炮，噼里啪啦，顿时这条街上都是爆竹炸裂的声音。好！人群中有人凑热闹，大喊一声好，还拍手。围观的人们也都跟着叫了声好，气氛顿时热烈了很多。这是他们的第1个店铺开张了，人们好奇地打量着。陆记风味小吃，不是，这是卖啥的呀？我猜是卖吃的。哎，不知道是卖什么吃的呢？我觉得这家老板有点嚣张。怎么嚣张了？有句古话你们听过没？说形容一个人富有，是说这人住着几进几开的府邸。哎，说一个人穷，就是穷的快要去喝西北风了。你们看看这家店名，陆记风味小吃，是不是有点喝西北风的味道啊？酸辣粉店新店开张，今天进店吃粉还送礼。什么是酸辣粉啊？听到是卖什么的，人们又开始议论了。不知道，没吃过，要不要进去尝尝？
也不知道贵不贵啊。谁知道呢？进去看看，太贵了就不吃了呗。至少我们也能见识一下什么是酸辣粉。对，进去看看去吧。那小哥不是说了吗？进店吃粉儿，那还有礼物。我倒好奇是个啥礼物呢？随着顾客们的进入，店里也正式进入营业的轨道，开始忙碌了起来。很快，陆南就拿着下好的4个单子进来给沈清。青青，这4个人是一起的，一会儿一起上。沈清点头记下，陆南又出去了，开始登记别的顾客了。一会儿功夫就坐满了3桌。陆老板，吃你们这酸辣粉送啥呀？这时有人好奇地问陆南，陆南指了一下站柜上面的那个木箱子。指甲油。陆东也适时地展示了一下自己小指上的那一个红色。啊，这东西是男子抹的吗？还是小指上抹的？哎，不过你们还真别说，那个小哥只涂小指上，这还挺好看的。嘿，我今儿一定领一个回家试试去。那不是女子用的东西吗？不是只有女子才涂红指甲的吗？哎呀，女子涂的时候应该是涂满食指，那叫做单扣天红妆。我看呀，这指甲油那就是给男子用的。小哥，我看看你涂了1只手还是2只手啊？陆东一顿，默默地冲着众人举起双手。哦，明白了，原来指甲油是只涂一个左手小指的，确实这样还挺特别的。我也觉得好看。老板，一会儿我们走的时候真送一个吗？陆南此时心里快憋笑憋出内伤了，但是还不能笑场，点头。结账时呢，跟我弟弟领一个就行了。好嘞。人们应了一声，陆北和陆东对视了一眼，兄弟俩此时的神情还是有些懵懂的。他们俩并不觉得这样好看，这些人怎么会说好看呢？陆南回到后厨，先站在沈清身边笑了一会儿，才给沈清把这个美丽的误会说了一下。沈清啊了一下，也笑起来。算了，随他们去吧，他们要是喜欢就涂去呗，也是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。陆南轻轻嗯了一声，开始端着盘子往前面上酸辣粉。一日的忙碌终于结束了，时辰也到了酉时，太阳渐渐西移，沈清和陆南他们也终于可以坐在一起休息说话了。今日挺忙碌的，开张这一日算是开门红，他们一直忙碌着，沈清很开心。东，算一下账，看看我们今日卖了多少碗，赚了多少钱。很快算了出来，今日一共卖了155碗，加上还有他蒸的搭配的小饼卖，银子应是收入3两零550文。大嫂，这样是不是还算可以啊？陆东和陆北对于做生意有些不懂，不知道这样算好还是不好。还行吧，在我的计划之内。比起那些做大生意的人家，这肯定是赚的太少的。但是比起那些在外面摆摊的人来说，还可以。3两银子除去本钱，也能赚近2两的银子。如果每天生意都能这么好的话，1个月就能赚60两左右。这样的收入，你们觉得对一家农户人家来说怎么样？那可是不少了呀！村里的人种田1年那么辛苦，也就积攒最多10两银子，要不那么多人想着法子要做生意呢？这做生意那确实赚钱啊！咱们这只是小本经营，是小买卖。而且还只是我一个厨师，卖的是一种小吃。等咱们干1个多月，顾客多起来后，咱们再加一些特色小吃，会吸引到更多顾客的。到那时，怕是娘和妹妹弟弟们得来帮忙了。没问题，大嫂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只要我们能够帮到大嫂，我们全都愿意帮忙。好。沈清看了2个人一眼，活动了一下肩膀，想要站起来去后面再收拾一下。陆南及时挪到沈清身边，伸手放在他的肩上，给他轻轻地揉捏着。累了吧？还好，肩膀不僵，我现在就是腰很不舒服。实在是月事期，又遇上铺子开张，他还得掌厨房，很累，很是不舒服。此时坐下来，才感觉到腰上是又酸又痛又胀的难受。大哥，我们俩想出去逛一逛，我们什么时辰回去啊？你们去溜达一圈，回来我们就回吧。从钱箱子拿钱，去给娘和妹妹们买些点心，再看一看有什么适合他们的，给买一些吧。大哥，我有钱呢。拿着吧，赚回来就是咱们家人花的，你拿多少让阿东记多少账，这样账上的钱数就是能对上的。等陆东写完，兄弟俩出去逛街去了。躺我怀里休息一下吧，可能是你月事期有些累着了吧。真舒服。我给你揉一揉，你要不去空间里躺一会儿吧。没事儿，我还没发面呢，昨晚发的今日基本用完了，我得去厨房里发上面，今天开始就在厨房里的灶台上发着面就好，不用在空间了。沈清突然想起还没有发面，坐了起来。你等着，我去挖面就在这里发吧，你教我，我来发面。沈清看着陆南如此心疼的，笑笑点点头。行，去挖3碗面在那个放面肥水的盆里就好，我已经用水泡着面肥了。
等陆南在沈清的指导下发好了面，陆北和陆东也回来了。2个人买了一盒点心，买了1袋杏干和桃干果脯，1袋香瓜子，给娘和妹妹们买了这些。陆北放在桌上给哥嫂过目。可以啊，阿东和阿北还是很懂女人们喜欢吃什么的嘛。兄弟俩耳根一红，笑笑，这话不好意思接。好了，我们收拾铺子吧。我觉得基本上每天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没人了。从阿东和阿北出去后，再没人进来过了。行，收拾吧。终于可以下班了。一家人回家的路上，依旧是东北兄弟俩赶马车。陆南美滋滋地坐在马车里，怀里抱着小娇妻。还好，今天顺顺利利的结束了。原本我还担心沈梅或者柳家那边的人来咱们店里闹腾呢。估计是昨日柳家二公子回去嘱咐过家里人了吧？你觉得柳定言和沈梅是那么听话的人吗？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的。好，陆南应下，他会小心一些的。回家后，周氏知道他们生意不错。如今陆家的生活再不是以前那样。从沈清和陆南从广陵城回来后，家里喝水基本上都是喝茶了，吃饭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，真正的成了村里人说的日子过好了，陆家人翻身了。啊，对了，青青四叔今日来了一趟，给咱们家送了半扇猪肉过来，说是家里喂的几头猪啊，今日都杀了，还给咱家送了一盆杀猪菜，凉了，里边肉也多，娘晚上就没热着给你们吃，想着明早给你们吃。青青说过，晚上要吃的清淡一些。周氏继续说着，说完还看了沈清一眼。你四叔说，知道你们这几日忙，也没叫你们过去，直接把杀猪菜给我们送来了。我就把今日压的粉条给你四叔拿了一篮子，让他们回去冻起来慢慢吃。行，谢谢娘。婆婆安排得很好。你们家人太照顾咱们家了，半扇猪肉可不少钱呢，说给咱们就给了。娘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如今我们2家是姻亲，在外人眼里那就是亲戚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人。我四叔和我爹他们常年在外做生意，更是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一家人都不团结，不互相照顾，又如何让外人尊重你？如何一致抗外？是这么个理儿。你们家的家风很好，这也是你们家能翻腾起来的原因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周氏说完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连这些山村里的小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。陆氏那个100年世家的大家族却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内部矛盾很多，兄弟们之间相互陷害，互相背后捅刀子。娘，陆氏经历100年风雨，人心早就散了。要不是我们这一门子一直坐镇将军府的话，估计陆氏也早就不复存在了。看看我们回去住了几个月，那里的情况就明白，他们呢，坚持不了几年了。沈清默默地听着，此时他发表不了任何意见，毕竟陆家内部的情况他不了解，他只是心疼家里这几个人。青青，今日累了吧？早点回去休息休息，躺一会儿吧。月事期还得忙这些事情，辛苦你了。要说辛苦，娘才是辛苦，在家里要带着弟弟妹妹磨粉，还得压粉条。明日铺子里就用不上那么多人了，让阿北继续留在家里帮您吧，你也能轻松一些。好，阿西还是岁数小，和阿胜2个轮流，也还是累的2个孩子啊，晚上吃完饭就睡觉去了。陆北应下，好，那我明日开始在家里帮娘，阿东继续去铺子里做收钱的长官。先跟着我们几天吧，我要前后啊抱着上酸辣粉，店里门口还真得需要一个人守着。陆东点头。回到屋内，陆南倒了水，快速上了炕，钻进了沈清的被子里。陆老大，山红还在。陆老大，山红还在。我知道，我不做别的，给你揉揉腰，你趴着，我揉一会儿呢，你再睡，这样的话会更加舒服一些的。这丫头把他想成色令智昏之人了吗？难道他就只记得那档子事儿？沈清想起了下午在铺子里，他给他揉了几下，他就感觉腰很舒服，赶紧乖乖翻身趴好，享受着自家男人的按摩服务。青青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陆南调动内力，一边给沈清按摩着腰部活血，一边跟他聊着天儿。那个杨柳儿你熟悉吗？你打听人家一个姑娘做什么？你不会是想纳妾了吧？不会吧，这男人才跟他成亲几天。沈清脑子没跟上嘴的速度，就问出了口。啪的一下，沈清刚说完，屁股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。沈清，我陆南在你眼里就是那种人吗？我跟你说呀，是想要与你恩恩爱爱过一辈子，你以为我说的是玩笑话吗？好疼，我开玩笑的，臭男人，打得好疼。
沈清委屈巴巴的控诉，眼里有了泪花。谁让你乱说话了？我给你揉一揉。陆南说着又心疼了，赶紧给媳妇去揉小屁屁。他也不敢再卖关子了，怕他再说出什么豪言壮语来气的，赶紧一五一十的把今日他发现的跟沈清说了一遍。啊，柳儿偷看阿北？对呀，我还看到他刚进来的时候呢，还主动跟阿北说话来着。后来知道阿北是我的弟弟之后呢，就再也没与他说话，但是偷看了好几次。杨家在镇上是仅次于凤家的存在，整个苍原镇的商圈里，我外祖家如今排第一，凤家排第二，杨家第三。柳家还排不上前3吗？以前柳家还行，但是柳家这2年生意却没有多出色，反而让杨家赶超了。柳家3个儿子，柳家老大老二都是情种，在家里对媳妇儿很好，人也性格温和谦逊一些。要说他们不如他们爹的，就是不如他爹心狠手辣。俗话说无商不奸，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，为了赚到钱，做生意的商人们当然会是不择手段的。当然了，这是有一个度的，这个度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道德底线。有的人做事果断，正好能把握住自己的道德底线，而有的人在线上，有的人则是在线下。像我们在广陵常见到的那个出事的胭脂铺，那家铺子掌柜所作所为的度就落到了道德底线之下，有点丧尽天良了。而柳家2位公子的度则是在道德底线之上，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温柔的商人，明白了吗？这么说的话，杨家就是那个把这个度掌握得很好的一家了。对，但柳儿今日为何会主动和阿北说话，或者为何偷偷看阿北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莫非是柳儿看上了阿北吗？可好像依柳儿的性子，如果她看中一个公子，是绝对不敢主动上前去说话，或者做出偷看这种事情来的。所以我觉得柳儿应该不是喜欢上阿北了。陆南听完沈清的话，皱起了眉头。那会是什么呢？猜不透的事情，夫妻俩就不再猜了。沈清在陆南的温柔推拿中，就那样慢慢的睡着了。陆南看到他睡着，凑过去在他唇上亲了一下，躺在沈清身边。陆南却有些睡不着，朝着沈清侧颜睡着，看着黑暗中沈清的容颜，脑海中想着媳妇今晚教他的这些话，回味了几遍，牢牢地记在脑袋里。想清楚自己接下来需要了解什么，做什么后，陆南也慢慢地闭上了眼，睡着了。第2日开始，生意就不如第1日人多了，但是沈清很淡定，说生意就是要这样熬过去的。陆东和陆南原本还有些担心的心情，因为沈清的话又稳重了下来。阿南，你去一趟市场，看看有没有人家是那种红辣椒的，买一些回来，我做一个辣椒串，我们挂在门口。陆南听话的出去了。沈清过去账柜边，继续教陆东做账学数学。不过他没有教他太复杂的，只教了他出入流水、出入记账法。这样的记账是以日账来记录的，基本上发生一笔就会记一行，账目最后看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昨日我已经教过你一遍了，今日再仔细给你说明白，你就彻底的明白了。这是日明细的账，而另一本那个记了昨日总数的是月明细，这样不管什么时候我和你哥忙完看账时，就一目了然了。大嫂，这确实很简单，一看就看明白了，而且用这些数字替代那些数字，好像也看得很明白。对，昨日教的数字你已经熟悉了，我只教了你认会那些数字和记录数字的使用方法。今日我再给说一下10以内的加减法口诀表，把这些学会了，一般的加减找零钱，一口算就能算出来，根本不用去打算盘。陆东也不愧是兄弟4个中的学霸，沈清教了他几遍，他就会用了。2天的时间已经掌握了这么多，这个东西也是个熟练的过程，时间长了就熟练了。是，谢谢大嫂。赎金记账这个我已经会了，这个算账的规律我也知道了，我再记几日。陆东冲着自家大嫂笑笑，他心里十分崇拜大嫂，不愧是沈家的姑娘，大嫂懂得可真多。很快，陆南买回来半篮子红辣椒，沈清看了看，十分的满意，去厨房里进了空间，找针线把辣椒串起来，一共串了2串，出来让陆南出去挂在门两边的窗棂上。他刚收拾完，又进了一群年轻的少年来吃酸辣粉，他们有6个人。掌柜的，听说你家昨日送指甲油呢，今日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只是昨日呢新铺开张送的，1整箱啊都送完了。这样啊。虽然没有指甲油了，但是常来我们小店吃酸辣粉的话，积分够了的话呢，是可以领一件礼物的。虽然都是姑娘们用的胭脂水粉，你们可以领了送你们的娘亲或者姐姐妹妹们。
啊，还能这样？那我们可以看看吗？陆南示意陆东给介绍，陆东就给几个人介绍了一下，消费够哪一档可以领哪一个。那我们这么多人只记一个人的名字，今日是不是可以领一个？可以的，你们6个人都要的肉丝酸辣粉120万，你们最少呢也有120万，可以拿这个的。七姐不是七哥，快让打开看看。可以看看吗？陆东点头，打开盒子里是一个蓝色的小瓶子，这是姑娘们用的眼霜，不过是粉蓝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这个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怎么记啊？你是第77号会员，说一下你的名字。那姑娘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你就写宁七。陆东点头，在77号后面写下宁七。好了，这一套等一会儿你们结账的时候可以拿，以后来了吃时说你的名字和号都对上了才能积分。不过既然你的东西你要是领了，那就不积分了。在以后啊，也是领了东西之后积分就要减去了。好，等几个少年开始吃酸辣粉时，几个人真的是一边发出吸溜声，还一边往嘴里吃。如果觉得辣的话，可以喝着茶水吃的。陆南提醒了几个人一句。谢谢老板。沈清洗了一下手出来了，与陆南站在后边低声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妇人带着2个孩子进来了。陆南和沈清一起看过去，直觉这是个来闹事的。妇人进来后，眼神滴溜溜的先环视了店内一眼，就把目光直接看向了正与陆南说话的沈清，而且眼睛里还有着一丝疑惑和探究的神情。陆南看了这个妇人2眼，就知道这个妇人有问题了。婶子要吃饭吗？你们这里有什么呀？她便是沈梅的姑姑陈春兰。她打听了2天了，终于打听到昨日镇上开的新铺子就是这一家了。有酸辣粉，而且还比较辣，这么小的孩子应该吃不得辣吧？我家孩子到现在还没吃饭，有些饿了，要不给来1碗？多少钱1碗呢？陈春兰似乎在估量，他们说吃不得，那如果他就给几个孩子吃了这个，假装被他们的饭菜吃坏了，能不能讹诈他们一通呢？梅梅说了，只要搞砸他们的铺子，让他们在镇上开不下去，自己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20文1碗，不过对不起，我们不卖给孩子吃，担心孩子吃了会胃里不舒服。这妇人顿时就怒了，突然手叉腰骂了起来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以为我没钱是不是？看不起我们穷人？看你们这穿戴，你们也不是有钱人吧？陆南往前走几步，冷冷地看着妇人良久，压下了暴脾气。我娘子说了，我们卖的是风味小吃，辣口味的，怕给孩子吃了对孩子胃不好。前面还有包子铺和面馆，你去买点那些东西吃吧，不会伤害孩子的胃的，请吧，别把孩子饿坏了。陈春兰一看，这是要赶自己走，哪有顾客上了门还往外赶的？她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不过正好这倒是给自己一个大闹一场的借口。突然一下子就坐在门口，一边拍大腿一边哭起来：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这家老板要杀人了！2个孩子一看他坐在地上哭，顿时也被吓哭了。你们吃，我们去处理。然后夫妻俩站在一边不说话，就看着他表演。哭吧，演吧，吸引来的人越多越好，这可是给他店里免费做的活广告，机会难得。对了，你们几个吃完先别走可以吗？一会儿帮我们做个证人。那你还有指甲油吗？我可以答应帮着你们做，明日你们来取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几个少年都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们，还心思纯洁，正直善良得很。这顺便好像看了个戏，跟他们商量好，沈清就出去了。陈春兰还在拍着大腿卖力地哭着，2个孩子也卖力地跟着哭，就像是被人虐待了似的。周围的人越来越多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？突然宁七凑到了柜台前，问向眼神看着门外的陆东。陆东？陆东？你是不是还有个兄弟叫陆西啊？这个女扮男装的姑娘还话挺多的。是啊，我弟弟是叫露西。啊，还真有个弟弟叫露西。哎，兄弟，你不用担心的，你们老板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听说他还会舞呢，会处理好的。宁七一看陆南就觉得他不是一般人，这种事情哪家做生意的不遇上几个，他肯定能处理得好。倒是看不出来，这个小少年的账房先生还挺为他家老板担心的。哎，哥们儿，交个朋友，以后我常来你家吃这个酸辣粉，怎么样？这个你还别说，还挺带劲儿的。陆东又看了他一眼，这谁家的姑娘话这么多呢？而宁七则是觉得自己装男孩子很好，其他几个小子都说他没有破绽，看上去就是个男孩子，所以他并不知道陆东已经识破了他女孩的身份，更不知道陆东一向最讨厌的就是话多的女人。宁七看陆东不与他说话，默默地摸了一下鼻子。那我先结账吧，免得一会儿看热闹忘记了结账。还有，
那个可以给我了吧？说着，宁七从袖中拿出一张银票，陆东看了一下，10两的面额，他去哪里给他找那么多的零钱？七哥，我这儿有零钱，那个太大了。啊，是这样。他还好奇陆东为何不接呢？陆东数着少年递过来的铜板，确实是120个铜板，才放进钱箱子里，回身把那个蓝色的盒子递过去。谢谢。七哥客气了。走，我们出去看热闹去。陆东，你出去吗？我先收拾，我哥哥嫂子都在外面呢。陆东说了一句记好账，就去收拾桌子上的东西去了。哥哥嫂子？哦，他原来是老板的亲弟弟啊。陆记风味小吃啊，原来是这个陆啊，陆东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骆成风和凤星儿进来了，求大家给我做主啊！你倒是说说这老板把你怎么了？人家老板在你身边站了这么久，你就说人家要杀你，我们看到人家碰都没碰你一下呀！你们开店不就是卖饭的吗？结果我进去要买饭，他们却不卖给我，还说我家孩子不能吃他家的东西，他们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还要往外赶我。我说了2句，这个男人他就要杀我，要不是我机灵跑得快，我们娘仨肯定就被灭口了呀！哎呀，我好命苦啊！孩子今天还没吃东西，我想着给孩子们吃点稀罕的，结果被人这样欺负。陈春兰说的可怜巴巴的，周围的人大多都是普通百姓，她的话一下子引起了众人的共鸣，都怒目看向沈清和陆南。我来吧，你是个男人，不好去跟他互骂。沈清一边挽袖子，一边往前走了几步，看向陈春兰。这位婶子，你告诉大家伙，我碰你一下了吗？没。那我相公碰你一下了吗？我相公碰你一下了吗？这位婶子，刚才我们6个人正好在里面吃饭呢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是说真话还是假话。如果你说假话，你们就是闹到官府，我们也是赶去帮着这家老板作证的。就是我们都看到了，刚才里面怎么回事，我们也一清二楚。就是我七哥从来不说假话。没碰。既然没碰你，那你是为何又说我们要杀了你的？我们铺子昨日才开张，我们投入大几百两的银子开个铺子，就是为了喊打喊杀的吓唬顾客。假如有客人上你家门看望你，你会喊着说要杀了人家吗？我估计那样做的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那样吧？请问你是吗？放屁，我当然不是了。他今日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沈清他们出丑，另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这个铺子开不下去。现在第一个目的达到了，就剩第2个目的了。他觉得得加把劲儿，让周围的人冲进去砸了铺子，这样他们就肯定干不下去了。乡亲们，这个女人她太会狡辩了，她想颠倒黑白呀。虽然他们2口子没碰我，但是他们骂我了，还让我滚出去。错了，这个滚字人家也没说。那可能是我听错了，可他们不给我的孩子吃那些东西是事实。我刚才虽然不在店内，但是我也能猜到人家老板说了什么。人家是不是告诉你啊，他们卖的那个酸辣粉是辣的，不适合孩子们吃，怕伤了他们的胃，怕他们不舒服。你又是什么人？你既然不在店里，你怎么会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？老钱婆，你没想到吧？随便一个人都能猜到人家老板说什么。没错，刚才这位老板也是这样对他说的，谁知他突然就开始撒泼，说人家是看不起他什么的。对，老钱婆，你不会是来闹事的吧？是不是谁给你钱让你来的？沈清赞许地看了宁七一眼，这位小公子真是太上道了。他决定今晚给他多调一个其他颜色的指甲油。说是谁收买你来的？这是谁跟我们有仇呢？竟然收买人来我们铺子里闹事！我这门口挂着这么大2串辣椒，看不到吗？这很明显呀，我家就是卖辣菜的。反而是你这个做娘的，带着这么小的2个孩子，却那么粗心，竟然带着他们来辣菜馆吃辣菜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来我们铺子的目的不是来吃饭，而是来闹事的。你主子让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夫妻俩丢人，还是让我们的铺子开不下去？你这女人也太歹毒了！我们才第1天开张，你就想害得我们关门？相公，我看还是报关吧。好，几位小兄弟，麻烦能帮我们去府衙做个证人吗？好啊，走啊！走！其他几个少年也跟着起哄道，他们是出来玩的，自然是愿意跟着看热闹的。陈春兰一看这结果，不干了，他哪敢去府衙？你们是不是都是他家的亲戚啊？你们是不是都是他家的亲戚啊？为什么你们都为他们说话？为什么你们都来欺负我这个苦命的穷苦人啊？我就是想给我的孩子吃一口饭而已。我告诉过你了，前面还有面馆和包子铺，让你带着孩子们去吃点那些的，那些对孩子的胃好。你却突然破口大骂人，我看你就是来找茬闹事的。就是，你这个女人也太坏了。
去府衙，去府衙！年轻人做点事情不容易，我们也跟着去，给你们作证。我也去。老大，我们都去。我就不去，我看你们谁敢碰我！大郎、二郎，一起躺下。沈清一看他这无赖相，被气笑了。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来，沈眉的姑姑。哼，已经不由你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去府衙跟镇城大人去说吧。镇府衙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敢在吵闹公堂是要打板子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回大人，草民路南沈家村人。倒是一表人才，仪表堂堂啊！这就是卢家主说的外甥女婿是吧？这才看向跪着的陈春兰。你因何跪着呀？大人，民妇冤枉！民妇只是带着2个孩子去他们新开的铺子里吃饭，结果他们就诬赖民妇是去闹事儿的。大人，民妇冤枉啊！你进去之前可知道他们铺子里卖的是腊食？不知。这里是公堂，知道本官头顶上那个牌额写的是什么吗？民妇不知。公正无私，在这里，若本官问你们的话，谁敢说一句假话，待本官查实了，一律按双倍的罪来惩罚。所以你们在本官问话之前，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。别说，他这一句话唬住了陈春兰，他不禁有些发抖起来。下跪之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民妇叫陈春兰，家住城东东八巷。你想好了再说。你今日去他们的小吃店里，只是去吃饭，还是去闹事的？回大人，民妇真的是去吃饭的。陈春兰觉得沈清他们不可能认识自己。刚才这陆老板说的那些你认同吗？他说的可有歪曲的地方？大人，事发当时我们在那家店里正在吃饭，所有的事情经过都是亲眼所见。刚才那位老板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6个人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也可以作证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在人家店门口坐着撒泼，不让人家做生意，还一直哭嚎，听到人家说来报官，还直接躺在地上。放肆！本官没有问话，你们吵吵什么？是这老板花钱让你们来的。大人太看得起这对小夫妻俩了吧？就他们那点生意，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，能花钱请得起这么多人吗？我们就是看不惯这个夫人嚣张跋扈地坐在人家门槛上，糟蹋人家的样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女凤星儿。凤家那个丫头，这凤家和卢家不是生意对手吗？这丫头竟然愿意给卢家的外孙女来作证，你又是谁？许大人又看向宁妻。草民宁妻。宁妻？这镇上有姓宁的富商吗？但是当他看清楚宁妻身后的那几个少年时，顿时不淡定了，差点暴走。你，这丫头怎么把自己打扮成个半大小子跑出来玩了，还碰上了这种事儿？宁妻冲着许大人眨巴了一下眼睛。陈氏，本官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若你说实话，本官可以给你量刑，不为难你这2个孩子。若你执迷不悟，你这2个孩子也是从犯，本官也会秉公审案。大人，民妇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陈春兰头铁，他觉得侄女在刘府，刘府背后有人，他们可不怕这什么镇城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本官就要开始调查取证了。你要知道，你与他们说的并不符，他们这边能够找到3个以上的证人，本官是可以给你定罪的。你若不认，本官是可以用刑逼供的。来啊，开始取证，录口供。堂下跪着的是何人？沈眉此时看到跪在旁边的陈春兰，心里快气死了。回大人，民女名叫沈眉，镇上刘府3少夫人。在说自己的身份时，他还有些傲娇。沈眉，你可认识旁边跪着的妇人？回大人，民妇不认识。陈春兰，这沈眉说不认识，你有何证据证明她是你的侄女？又有何证据证明她指使你去破坏陆家夫妇的铺子？陈春兰此时也决定了，不把沈眉拖下水，今日就没个好。回大人，我侄女儿是前日下午申时来找我的，有她的丫鬟秀儿跟着，她还给我买了紧急的点心，你们可以去查。来人去查。他吩咐你去陆家夫妻的铺子里闹事的时候，可有旁人在旁边？有人为证吗？或者有什么物件为证？回大人，有。那一日沈眉让我帮她办事，我跟她要了10两银子，她就给我了，现在就在我身上。陈春兰说着，从袖袋里掏出一个钱袋子递出去，而沈眉听着陈春兰这些话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来人，沈眉的丫鬟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衙役押着秀儿过来，让她跪在了沈眉的旁边。堂下何人？奴婢是刘府3少夫人身边的大丫鬟秀儿。刚才陈春兰说的可属实？大人，我说。迟了，
本官刚才给过你机会。大人，求大人给民妇一个机会，民妇一定把什么都说了。一把把两个孩子拉过来，陪着自己跪着磕头，还拧着两个孩子的胳膊，还咬牙切齿的低声骂道：他哭啊！快求大人放过咱们母子三个。许大人看他这样，就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个疯子。说，是民妇的侄女沈梅让民妇这么做的。她不想让沈清在这镇上开铺子，想让他们生意做不下去，关了铺子滚出镇子上，这是第一步。她说她的目的是要沈清去死。陈春兰要不就不出卖，要出卖就出卖个彻底。你姓陈，你的侄女姓沈。说到这里，他看了沈清一眼。大人，这个沈梅是何人？还是民女来给您解释一下吧。没想到当年我放过她，成全她，如今她竟然容不得我来这个镇子上做生意，想要取了我的性命。沈梅是我的继妹，我5岁时娘亲因病过世，6岁时爹爹经人介绍纳了沈梅的娘亲进门，为的是有个孩子陪伴我成长，有人照顾我。她以前应该是叫陈梅，进了我们家，她娘就求着我爹给沈梅改成沈姓，她自己也要求改姓，才从了我们家的姓的。沈梅在我们家和亲生女儿一样，我有什么爷奶爹爹也会给沈梅准备。夫人，这位夫人说的都对，奴婢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。秀儿跪着，把沈梅和陈春兰相识的所有过程，和沈梅还收买了柳夫人身边的丫鬟的事儿也都说了。陈春兰也承认了秀儿说的是实情，这些事情抖落出来，沈梅一句话也说不出了，整个人只跪着抖作了一团。柳定哲脑子急速地转着，看着身边的卢家舅舅，又看了那边的沈清和陆南一眼。柳定哲突然有了主意。柳定哲来到沈清和陆南的身边。亲亲，我三弟那一日去你家送礼的时候，中午是喝醉的吧？柳定哲眨巴着眼睛问了一句。柳二公子记差了吧？那一日他滴酒未沾。亲亲，你改个口，我弟弟喝醉了，被沈梅占了便宜，柳家会休了沈梅，也会努力让他在大牢里多住几年。至于我弟弟，他从此不会在镇上出现，我决定把他送到京城去读书，在以后也绝对不会再回来谋害你们。只要他以后对你做出不利的事情，柳氏名下所有商铺拱手送上。那你是想置我们沈家于不义之地？当然不是，我说话的时候会摘除沈家的。如果亲亲和陆兄这一次放过我弟弟这一条命，广陵城东西区那2个布庄赔给亲亲练手腕。沈清本意是不想要的，但是柳定言最多就是人品上有了污点，被人诟病，但并没有到犯罪的地步。当年放过他，成全他，我看的是白姨的面子，毕竟白姨给了我娘未嫁时光很多快乐和陪伴。那么这一次就给柳二公子一个面子吧，或者说给我表哥一个面子。我想我表哥带你去我的铺子里，可能就是为了这一天吧。没想到他人不咋地，家人却是一个比一个好。只是广陵城的铺子就算了，我不要。我听说柳家在镇西2里地有座荒山。你要那座荒山，不要广陵城的铺子？据说那2间铺子可是柳家2成收入的来源，我拿了会气死白姨的。不要了，就那座荒山吧。好，谢谢亲亲妹妹，谢谢陆兄。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二哥请你们好好聚一聚，给你们赔个礼。只希望以后白姨不恨我就好。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些事，也希望我们有个书面协议。我相信柳二公子，相信白姨，却不相信柳定言那个人的人品。好，应该的。遗书箱的时间后，柳定言被带来了，一脸迷茫地看向周围的人。二哥，出了什么事了？柳定哲气归气，自家的弟弟还是得护着，因此他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给他说了一下，也说了一下为他安排的以后的路。往哪儿看的你？如果你脑袋还想要，给我规矩点，配合我，承认自己那天贪杯喝多了，那个是以为是自己做了个梦，也得把沈家追干净了，连累了沈家。别怪二哥没有帮你。好，我会配合二哥的。衙役进去禀报，所有的人都来了。许大人点点头，出来继续审案。柳家有一个恳求啊，你说，在3年前，我三弟去沈家送礼，却因为年少不懂事，贪杯多喝了2杯，不想趁着午休的时候，却被沈梅钻了空子。这件事，我三弟固然有错，但是沈梅的女也实在是不地道。发现做错了事，我三弟很是害怕，也让侍卫回来，请了我爹娘与沈家商量这事，这才出现了换亲一说。这也不是沈家的错，是那个女人她处心积虑。不管怎么样啊，沈家待我弟弟一向很好，看在沈家也是受害者的份上，我们也把沈梅娶回了家。本以为她是实心喜爱着我弟弟，会跟他好好的过日子的，却不知她在成亲之后，却对我的弟弟并不好，享受着柳家给他的富裕生活，却在背后做着有损柳家颜面的事情。刚才我爹跟三弟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决定当堂休了沈梅，还望大人能给做个见证。你要休了我！你要休了我！沈梅突然尖叫了一声，站起来就要冲上前去掐柳定言的脖子。大胆！
公堂之上竟然敢伤人，给我把沈梅绑了！衙役们快速上前，用绳子绑了沈梅。柳定言，你敢休了我，你这辈子不得好死！你们柳家人也都不得好死！最终的最终，案子结了，沈梅被判了5年牢狱监禁，同时也被柳家下了堂，被柳定言当堂写下了休书。沈清跟陆南送四叔和爷爷他们离开后，又送了舅舅离去，2个人才和星儿、骆成风4个人往自家铺子那边走。青青，心里还难受吗？也许今日如果没有你在身边，我会很难过，但是我有你在身边，我不难过。做坏事的人终究得到了报应，而我当年放过他们，成全了他们，我也算是做了好事。如今的我得到了善报。青青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。后面跟着的骆成风和凤星儿看到2个人这样，轻咳了一声。沈清跟陆南同时回头，才想起来后面还跟着2个人。对了，星儿，你今天陪了我一下午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意？没事儿，我是把铺子里安排好才出来溜达的。没想到往这边走时，正好碰到了骆大哥，就一起过来了。我们本来是打算去你们店里吃酸辣粉的。他们回到店里，陆东见到他们回来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大哥大嫂，怎么去了一下午啊？没事了，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彻底解决了。那女人和沈梅都被判了5、6年坐大牢，接下来几年我们就都能安心的做生意了，不用怕，没事了。陆东听到这样放心了，龇牙一笑。没事了就好。下午又进来过很多人，说想吃酸辣粉，我说了今天的事，让他们明天再来吃。那就行了，去收拾吧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回到村子里时，天色已经大黑，夜色黑沉沉的。回到家门口，就看到陆北正在大门口徘徊，见到他们回来了，他松了一口气。你们先进去暖一暖，我歇车吧。他们回到家里，周氏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赶紧询问陆南和沈清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2个人就给周氏简单说了下，周氏听到已经解决了，就放心了。下午有官差来了村子里去沈家一趟的事情，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。正好我让阿北带着周胜和周丽去罗大夫那看看，结果罗大夫不在。他们出来后就听人们正在说这个事情。对不起娘，以前没告诉您实情。其实如果不是他还找我的麻烦，这些事情我本不想再提起的，与我爷奶他们脸上也无光。娘知道的，没事儿，委屈我们青青了。可怜的孩子，怪不得这几年一直没说亲事，是你不想说亲的吧？娘，这个事儿过去了，咱以后就别提了，免得青青心里难受。饭熟了吗？我俩吃完饭想过去看看爷爷奶奶。熟了，就等你们呢。饭后，陆南陪着沈清去了一趟沈家。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是青青你躺着，我让青青进来。青青快进来，怎么大半夜的还过来呀？老爷子话虽如此说，声音还是有些开心的。回来吃完饭也没事干，担心爷奶，过来看看。我们没事儿，难过的是你。奶奶放心，我才不气，我有啥可气的？我还应该感谢沈梅呢，是她让我成功的避开了那个渣男，不然我当时没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嫁过去，如今哭鼻子的不就是我了吗？感谢他们一对渣渣看对了眼，这才让我有机会碰到阿南呢。不知羞。沈清嘿嘿笑了2声。阿南、老四，来，你们俩也坐下。奶奶，罗大夫怎么说你的病？就说是有些着急了，没事儿，我喝几副补气血的汤药调理一下就好了。罗老头说我身子有些虚，我整日什么都不干，有什么虚的？我看他就是想赚我几个药草钱。老太太傲娇地说。罗大夫听了您这话，估计得气哭了。奶奶，既然罗大夫这么说，您就听话，好好喝几副汤药。等您身子好些，我带您去看我的铺子。老太太一听，精神一振。行，那奶奶就好好把那难喝的药都喝了。青青今天他们怎么说那一日柳定言是喝醉酒的呢？他们是为了救柳定言吗？四叔不明白地问了一句。你们没去前，柳家人找我和阿南说话了，他们也说了，为3年前柳定言做出这件事伤害到我的名誉，给我赔2个铺子，但是我没要，我把柳家买下镇子外2里地的那座荒山要过来了。你要一座荒山做什么？沈清笑得神秘。有用，等明年爷奶就会知道的，到时候带你们去看。也好吧，你喜欢就好。
小夫妻俩又陪着二老说了一会儿生意上的趣事，逗得二老笑了一会儿。沈清就和陆南两个告辞回家了。四叔送他们出去。四叔进去吧，我们俩回去了。好，你们做生意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，尤其是卖吃食，大意不得，免得被人钻了空子呀。四叔嘱咐沈清，沈清点头应下。回家的路上，陆南一直紧紧地牵着沈清的手。走了一会儿，他突然站住，蹲下说道：上来，我背你回家。就几步路，不用背，你也累了一天了。